我们是守护者，也是一群时刻对抗着危险和疯狂的可怜虫。窗外走廊封闭，石墙冰冷，屋内灯火照耀，明亮发黄。邓恩·史密斯的转述在这样的环境里余音袅袅，一下一下敲打在克莱恩的心头，让他短暂竟说不出话来。见克莱恩默然，邓恩摇头笑道：是不是很失望？非凡者和你想的并不一样，我们一直在与危险同行，有获得就肯定有代价。克莱恩从刚才的震撼里平复，斟酌着语气回答：他确实没想到非凡者光耀超常不同于普通的一面外，还有这样的隐患。不过或许是因为只听到描述，还没真切遭遇，也或许是由于本身已经卷入这个漩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诡异事件落到身上。他的害怕、忐忑、担心和畏惧等情绪很快便降低到可以控制的程度。当然，退缩念头的冒出在所难免，纠纠缠缠，不肯离去。不错，很成熟，很理智。邓恩将剩下的那口咖啡喝完，又补充了一句：还有，非凡者也并不像你认为的那样强大。低序列的非凡者，为什么要用1代表最高品阶，用9代表最低呢？这样太违背直觉和逻辑了。我们通常说的低序列是指低品阶、高数字，是序列链条的起始端。好了，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啊，对，非凡者并不像你认为的那样强大。低序列非凡者的力量比不上枪械，更别说火炮，只是会在某些方面比枪炮更奇妙，更难以防范。如果你以后有机会成为非凡者，一定要将我今天说的这些话好好的考虑清楚，不要鲁莽选择。克莱恩自嘲一笑：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机会呢。要是有这个机会，他觉得自己不会错过。服食到错误的魔药、越阶的魔药，都是可以最大程度规避的。主要隐患在于魔药本身自带的微妙影响和灵感提高后听到看到的未知危险。前者有一代代先辈的经验参考，只要不焦急毛躁着提升，稳扎稳打地掌握好力量，失控概率应该还是比较低的。而且自身主要是为了解决目前的潜在危险，了解神秘学精髓，找到穿越回去的办法，才走出这一步，并未瞄准高序列的位置。如果真容易失控，大不了就不晋升，留在原序列，靠知识来谋划回家之事。后面的隐患就更不用说，克莱恩对使用转运仪式时那让自己接近疯狂、脑袋快要爆炸的耳语呢喃记忆犹新。这不是不成为非凡者就能避免的，既然如此，还不如掌握点可以对抗的力量。想到这些，克莱恩只觉利弊是那样的清晰，以至于心里的退缩念头都消失了大半。邓恩又拿起了烟斗，灰色眼眸微带笑意道：对于这件事情，我不能准确回答。要想成为非凡者，一是获得足够的功劳。也许你明天后天就能解读出关键的古代文献，或者是给我们的案件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意见。这第二嘛，看上面有没有新的想法，这个谁也说不清楚。好了，我想你应该比较了解非凡者了，将来不会再冲动地做出选择。那现在我向你介绍一下我们职业者小队的文职工作。他站起身，踱步到门口，指着查尼斯门相反的方向道：
我们有一个会计，一个负责购买必需物品、领取教会和警察部门下发的物资、兼职车夫的人员。他们都是专业人士，不需要轮换，每周周日休息。剩下的3位文职者是罗珊、布莱特和老尼尔。他们的工作有接待来访人员、清理房间、书写案件文档和物品申报清单，以及看守武器、材料和文献库，严格进行出入和领取归还登记。每个人每周各自轮休1天，除了周日，另外还有值夜和休息的轮换，都是自己协商。我和罗珊他们做一样的事情。克莱恩收起对非凡者的思考，确认自身的岗位职责。不，你不需要，你是专业人士吗？邓恩笑了笑道：你目前的事情有2件。第一，每天上午或者下午出去走一走，重点是韦尔奇住所到你家的各条道路。啊？克莱恩一脸懵逼。这是什么工作？很专业吗？邓恩双手插入黑色风衣的口袋里道：确认你真的遗失记忆以后，韦尔奇和纳亚的案子就算完结了。同样的，那本安提戈努斯家族的日记也彻底失踪了。我们怀疑你当时有带着他离开，在回家的途中将他隐藏，所以我们才没有在你家里找到什么线索。这应该也就是你为什么不是在现场，而是在家里自杀的可能原因。虽然你被神秘影响，完全遗忘了这段回忆，但是人的灵和大脑很奇妙，也许还有些痕迹残留。戴利用通灵者的手段无法获取，但是不代表他们就绝对不存在。也许在熟悉的地方，在关键的地方，你会出现似乎见过、似乎做过什么的感觉。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收获。哦，明白了。克莱恩恍然大悟，职业者们对那本日记下落的推断确实合情合理。当时在场的人里面，只有自己还活着，也只有自己具备时间和动机带走日记，中途掩藏。要是能这样找到那本日记，你应该就可以获得足够成为非凡者的功劳。邓恩·史密斯激励了一句，间接透露出那本日记还算重要。希望如此。克莱恩点了下头。邓恩将话题又转了回去。第二，你每周轮休1天，暂时可以自己确定是哪一天，不在外面的时候就去武器库，阅读我们保存下来的文献和典籍。这是历史专业人士的工作。等全部看完，就要和老尼尔他们轮换了。好的，没问题。克莱恩悄然松了口气。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吗？这时，邓恩半转身体，指着那扇会刻有7枚圣徽的黑铁对开大门道：这是查尼斯门，来源于现代职业者体系的创立者查尼斯大主教的名字。在每个大城市的中央教堂地下都会有一扇，它由职业者正式成员轮换看守，里面至少还有2位教会内部的看守者，以及数不清的陷阱，所以你千万不要随意靠近它，否则会沾染厄运。听起来很厉害。克莱恩发表了感言。它里面分为几个区域，保存着一定序列的魔药配方和各种神奇的材料，同时也临时关押着异端异种、邪教徒和隐秘组织成员。他们最终都会被送去圣堂。邓恩随口介绍道：圣堂位于王国北部岭东郡的黑夜女神教会总部，宁静教堂。克莱恩仿佛在思考般微微点头。另外，里面还有各种高密集的文献典籍副本，等你权限提升了，说不定就有机会阅读。邓恩沉吟了一下，又道：在查尼斯门后面的底层，还有些封印物。封印物？克莱恩咀嚼着这个单词，这听起来是一个专有名词。我们搜集和获取的非凡物品里，
有的太重要，太神奇，如果被邪恶者得到，将会造成极大的破坏，所以必须严格保密，严格看管。哪怕是我们自身，也得在特定的情况下才能使用。而且，说到这里，邓恩·史密斯停顿了一下，才道：而且这里面有一部分的存在非常特殊，本身就具备着某种活着的特性，会引诱看守者，会影响周围，会自行逃脱，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必须严格的控制。真是很神奇。克莱恩感慨道。职业者总部将这些封印物分成4个等级，0级表示非常危险，最高重视度，最高保密等级，不可打听，不可外传，不可描述，不可窥探，只能封印于圣堂的地底。邓恩详细介绍道。1级是高度危险，可以有限的利用。保密等级是教区主教和职业者执事及以上。贝克兰德等教区总部的中央教堂可以保存1到2件，剩余必须交给圣堂。2级是危险，谨慎且节制的利用。保密等级是主教和职业者小队队长及以上。各大城市的中央教堂可以保存3到5件，其他就近交给圣堂或者是教区总部。3级是有一定危险，得小心的使用，必须3人以上的行动才能申请。保密等级到职业者正式成员。以后你看到相应的文献，通过数字就该明白它代表着什么。比如2-125，就是危险级125号封印物。邓恩说着说着，忽然转身走回房间，从抽屉底层翻出了一张纸。对了，这个你看一看。3年前有位新任大主教失控，不知道怎么了就闯过了重重保护，带着一件0级封印物神秘失踪了。你认下他的照片，如果有发现，不要惊动，不要打扰，回来禀报，否则你1000%殉职。什么？克莱恩接过那张纸，发现没有抬头，只得一张黑白照片和几行文字：因斯赞格威尔，男，40岁，前大主教，晋升失败的看门人，被魔鬼引诱，堕落成恶，带着封印物0到08潜逃，具体特征是：根据照片结合描述，因斯赞格威尔穿着双排扣的纯黑神职人员长袍，头戴一顶软帽，发色呈暗黑，瞳孔蓝到形同深黑。他鼻梁高挺，嘴唇紧抿，五官像是古典雕塑，没丝毫皱纹。最引人注目的标志是瞎了一只眼睛。对堕落者详细描述，对封印物就只有一个代号。克莱恩如实表达了自己的第一感受。所以是最高保密等级。对于0-08封印物的搜索传达，都是口头讲述，不写成文字。而且，只有他的一点点情况。邓恩叹息道0-08的外形是一支常见的羽毛笔，但是不需要墨水也能书写，就这么多。邓恩没多说这方面的事情，顺着黑色风衣上的金色链条取出了一块同色的华丽怀表，啪嗒按开，看了一眼，指着门外道：我该讲的都讲了，你去武器库那边找老尼尔，让他给你安排具体的文献阅读。他可不是普通的文职人员，他曾经是一位正式成员，只是现在年纪大了，又未获得晋升，身体状况不好，不再适应处理案件，而且还不愿意转为内部看守者，或者是直接在家休养，只希望与文献典籍为伴。